极度渴望接吻的人，大多数都有口欲型人格，包括 smoking 成瘾啊，喜欢咬人、咬吸管啊，嘴巴闲不住，总想要吃东西，话多呀，唠叨，这些都是口欲区人格的表现。什么是口欲区人格？精神分析将0到1岁定义为口欲区，在这个时期呢，孩子唯一能做的事情基本上就只有吃奶，他的嘴巴会特别敏感，什么东西都喜欢往嘴里放，因为嘴巴是他们来探索这个世界最重要的途径。如果说父母的喂奶不及时，又或者总是阻止孩子往嘴里塞东西的行为，导致孩子的口欲期发展不顺利，那这个孩子的人格就会固着在这个时期。这种固着除了会让他总是想要去满足口欲之外，还会在心理层面上留下2个非常明显的影响。第一个呢，就是依赖心理特别重，就比如在亲密关系中十分的依赖伴侣，什么事都希望让伴侣帮他解决啊，特别需要伴侣给他提供安全感。一旦伴侣没有去满足，就会焦虑，就会发脾气。因为0到1岁的小婴儿是完全没有自理能力的，他需要极度的依赖父母而生活。那如果他的人格固着在这个时期，他就会一直抱着这种婴儿心理，潜意识里还希望父母帮他搞定一切，而伴侣就成为他理想父母的最好投射。所以我们看到啊，如果一个人特别依赖某个人、某些事情，那么都可以表明这个人的人格的某些部分还停留在口欲阶段。第二个呢，就是没有边界感，就比如不管你的伴侣高不高兴，他想做的事情就要拉着伴侣陪他做，又或者总是强迫伴侣按照自己的想法来。伴侣的手机呢，也是想看就看，不给一点点的私人空间。因为当一个人的口欲期没有被满足时，这种未被满足的饥饿感就会进入到他的潜意识里，形成他性格的一部分。我们换句话来说，他永远都处于一种空虚的状态里边，所以他特别需要伴侣的陪伴，需要很多的爱来填补自己内在的匮乏，这就非常容易导致他在关系中会失去边界。他就会认为你的就是我的，我的就是你的，两个人要像连体婴儿一样，如果你有什么事背着他，那就是不爱他。但是问题在于，口欲期的固着造成的空虚感是刻在骨子里的，即使伴侣多么尽力的去满足他，也无法完全填补他，他还是会欲求不满，想要的更多。由此而来的呢，就是不断的压迫和控制。那如果说你发现自己是口欲期人格，我们该怎么办？坦白来讲，口欲期人格其实每一个人多多少少都有一点。如果你仅仅是通过用嘴巴来缓解未满足的焦虑感，比如说吃个不停啊，说个不停啊，我教你个特别实用的办法，叼个奶嘴，可以在短期里起到解压的作用的，可以转移一部分口欲。但如果说你同时还伴随着更深层次的心理问题，比如说过度依赖啊，没有边界感啊，想要实现人格上的成长，最重要的点就是要建立我们的人格独立性。小的时候我们确实没有妈妈照顾能生活，但现在的我们即使不被别人满足，也依然可以学会自己去满足自己。当你能够意识到这一点，那即使伴侣不能时刻围着自己转，即使他们需要有自己的私人空间，你也不会因此而焦虑，懂了吗？